生理性喜歡才是真愛，我很喜歡這句話。性和欲，我不認為是可以分離。不要把那種所謂的愛說得太高尚，其實那是一種慾望，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，你會覺得我一切都可以拋棄，甚至於欲也可以拋棄。我是溫州人，在2010年搬到香港大學，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當中性愛和性別的問題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低慾望社會，我還是不太相信。不是說年輕人真的沒有性慾望，人們的慾望表達方式更多樣，獲得慾望滿足的渠道也更多了。這個研究裡面講性指的是兩個人之間的性行為在減少，可是性行為不是只有兩個人之間。我有老公有孩子。真的假的？很多人有另外的性行为，未必願意有一個固定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。在中國，還是有很多人覺得有性需要進入一個比較固定的關係，比如說婚姻要彩禮，要買房子、汽車，很多人非常恐懼，不敢輕易進入這樣的關係。用這種情況來判斷是不是屬於低慾望社會，我覺得不一定。非常年輕的一代00後，對待這些問題要坦率得多。我課堂上去年有接近150個學生，女性對自己慾望的表述，他們開始覺得無所謂，根本他們應該更勇敢一點。如果再倒過去，明代後期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種早期現代的狀況，在性愛問題上，人們是直面的。各種色情品不是說只有達官貴人能看到，也有給很普通的老百姓消費的色情圖畫，有色情小說，還有什麼春藥配方，很像現在西方的成人雜誌。我研究很多俗曲，女性在性上面自由度很大。底層的女性需要到井台上挑水，河邊洗菜，街上買東西，有大量的機會跟異性接觸，會有一些婚外的性關係，或者沒有結婚就有性關係。解放後，這些選本是被很多人篩選再篩選，給我們留下一個概念：中國傳統社會都是男女授受不親，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狀況。很多人就說：“哎，你看中國古代多麼荒唐！《紅樓夢》是寫愛寶黛之間非常美好、非常崇高，而《金瓶梅》寫的都是欲。中國傳統不是這樣看，寶黛這樣一種愛扭得太深了，什麼仕途經濟啊、家族振興啊，可以都忘了。這才是一種對於尋歡作樂的最深度的沉溺，是一種狂迷的狀態，這個才是最危險的。所以《紅樓夢》一直是被禁。在南開上碩士的時候，我開始研究性，後來去了澳大利亞，接着讀了博士。在我那個年代，女碩士生、女博士生找不到對象，人們就說：“哎呀，女人那麼厲害，怎麼行啊？好像男人應該找比自己低一等的。”這個是在中國社會上比較常見，在國外真的沒有。博士的女孩比較聰明，往往是很受歡迎。深層上講，我想性的關係不是生理關係。它是一種社會結構。澳大利亞的這個性別研究是走得很前沿的，每個系都會有一些人做 gender and sexuality 的研究，而且女學者很多。後來我到香港，我有一點不適應，我這個人有一點社恐，平時就是家和辦公室很簡單的生活。我很喜歡
種花，有一個小小的陽台。通常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我會在南丫島山上散步1-2個小時，各種各樣的草木、鳥、昆蟲、蛇，以前在城市裡幾乎是不可想象。人們不是說嘛，越在人群裡面越孤獨。不一定親密關係需要人跟人之間距離很近。我相信誰都向往親密關係，但是親密關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《晏子春秋》裡面有2句話：拒欲不道，勿愛不祥。一個人拒絕欲望，這不合乎人性；一個人討厭別人對你表達愛，這是不吉祥的。我喜歡這樣的態度。人應該對欲望採取一種比較溫暖的態度，接受而且尊重別人的欲望。